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及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的联合署名文章，共同反对美国12月即将召开的所谓民主峰会。文章称，所谓民主峰会充满冷战思维，中俄坚决反对。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近日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发布的报告中，就首次将民主峰会的东道主美国列为民主倒退国家。12月9号到12月10号，美国发起的所谓民主峰会将以视频形式举行。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了大约11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其喊出的口号是反对威权主义、打击贪腐以及促进尊重人权。根据美方公布的所谓受邀参与者名单，其中并未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另外土耳其、埃及等美国的表面伙伴也不在其中。对此，外界分析认为，美方的这一安排完全在意料之中。这份参与者名单在设置上可谓费尽心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名单进行分析，推测其中一些受邀者是出于战略原因。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乌克兰对美国有更广泛的战略利益，比如反恐或对抗中俄影响力。另外，地区态势也起了作用，例如伊拉克被邀请，这样以色列就不会是中东唯一。有分析指出，治理模式渐渐模糊的印度被邀请，则是考虑到它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这样一份名单再次凸显出美国以所谓民主为准绳划分阵营的险恶用心。今年2月，拜登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宣布，他将让美国重新回到全球领导地位，以对抗中俄主导的势力。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3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对所谓民主峰会作出回应。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美方所作所为恰恰证明，所谓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是美方拿来推进其地缘战略目标，打压他国，分裂世界，服务自身唯霸私利的工具。当地时间周6，中俄两国驻美大使联合撰文指出，所谓民主峰会充满冷战思维，中俄坚决反对。文章指出，民主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组织的特权，是全体人民的普遍权利，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没有一种模式可以适用所有国家。一个国家的道路是否行得通，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进步及改善人民生活。中俄两国驻美大使还呼吁其他国家应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傲慢地批评他人。文章写道，俄罗斯和中国的民主不需要担心，某些外国政府最好想想他们自己，想想他们自家发生的事情。当他们国内的各种集会被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驱散时，这是自由吗？这看起来不太像自由。文章最后，两国驻美大使共同呼吁各国停止利用价值观外交挑起分裂和对抗，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推动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及发展水平的国家和谐共处。中俄驻美大使联合发文，这种情况确实非常罕见，这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清醒、平衡、客观、理性的看待民主在当前国际关系中间的地位和作用，而不能够让民主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被美方以及他所操纵的一些国家进行一种分裂化的、集团化的这样的一种处理。实际上，美国总统拜登早在上任之初就急切地希望举行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宣称要重振自由世界国家的精神和共同目标。然而，美国政府这一做法不仅遭到质疑，更被无情打脸。11月22日，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发布的报告中，将美国列为了民主倒退国家。对于一个民主倒退国家举办所谓民主峰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在美国自身民主和人权状况存在明显问题的背景下，美国自行决定哪些国家应该被称作民主国家，显得荒唐可笑。美国自身的民主反而呈现了一种极度的衰退的状况，它应该更多的是进行自己内部的反省和进行一种深刻的改变，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和民主的这样的一种旗号，在国际社会播撒混乱和
分裂和对抗这样的一种不良情绪。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其人权状况千疮百孔，急需民主这块遮羞布。而在国际事务中，民主一向是美国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幌子，其双重标准暴露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唯我独尊的霸凌心态。美国知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宣扬所谓的民主峰会制造分裂，自身民主的本质却是金钱政治。I don't know how you can stand for a democracy when you're breaking the rules whenever you want, when it's in your national interest to do so. And that's what's going on. And it's easy to say we're the democratic side, the free world. That's old propaganda. We're the free world and the Russians and the Chinese are not. Well,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if you go to those countries.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的所谓受邀名单中，中国台湾赫然在列。对此，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四表明中方严正立场。王毅表示，民主不能被政治化，以民主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服务自身的政治目的，这种做法更令人不齿，必须加以摒弃和反对。美方声称不支持台独，却又堂而皇之为台独势力提供国际舞台，只能证明自身的言而无信。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不是美国手中可以利用的棋子。民主是各国追求的共同价值，不是美国任意操弄的政治工具。对于将台湾纳入此次峰会，美国彭博社评论说，这可能是拜登政府做出的最具争议决定。德新社称，在中美关系非常紧张之际，美国政府此举无疑是火上加油。台湾中时电子报周三则发表评论指，更重要的是，台湾民主倒退是现在进行时，蔡当局要向国际社会传达何种信息？民进党当局大开民主倒车，出席民主峰会显得很讽刺。外交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海东观察指出，这样一种峰会，110多个参与者中，只有台湾是非国家行为体，显示出美国试图拉着其他国家为增加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所谓影响力背书。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典型的牺牲他方利益，满足美方自己界定的所谓战略利益。美方试图利用这个民主峰会进行一个对国际秩序得以维系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则，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破坏，从而达成一个以民主的马甲对国际社会进行强力的这种撕裂，以及拉更多的国家支持美国试图要达成的在国际事务中间拉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实际上，美国执着于给其他国家强加西式民主模式，甚至搞政权更迭，企图把所谓民主作为推行其全球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工具，这本身就是对民主价值的最大破坏。这是逆潮流而动，也不得人心。在周五以视频方式举行的中俄印三国外长第18次会晤中，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提出，美国操办的民主峰会以一国标准划线，制造分裂对立，只会给这个世界带来负能量。美国以世界领导者自居，要求各国向美国看齐，违反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民主的实践因国情而不同，不可能是一个模板、一个规格。本国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才是民主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中俄印三国都走出了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有责任在世界上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跳出个别国家的民主陷阱，反对借民主之名干涉别国内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亚太地区的传统是包容和谐，应倡导和弘扬本地区的多元性，拼凑各种小圈子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旨在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三国应共同应对。本次会晤结束后，三国发表了联合公报。三国外长重申，基于国家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并反映当代现实的多极化和再平衡的世界，需要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外长们重申致力于维护国际法的承诺，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它表明了中俄印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和未来国际事务演变中间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当前和未来国际秩序到底应该怎么演变？各方应该怎么合作？国际秩序的这样的一种未来发展如何以合乎最大多数国家利益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实现，表达了共同的这样的一种呼声。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中俄驻美大使联名撰文反对美国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文章认为这场峰会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将挑起意识形态对抗和世界的分裂。那么您对此是如何看的呢？是的，呈现。拜登在2020年参选总统的时候就在外交杂志上撰文称，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他的方法论正是通过召开一场全球性的所谓民主峰会，重聚自由世界的共同价值，树立共同目标，以此让美国再次领导世界。然而讽刺的是，民主峰会不民主，自由世界不自由，这顿牢骚恰恰由西方主流媒体自己发出。在柏林出版的德国《每日镜报》上周三刊发文章，提出质疑称，标题言简意赅，这场派对太大了。文章认为，如果按照西方世界民主自由标准来衡量，拜登邀请的11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顶多只有77个算得上是所谓民主政体。文章抛出了一个直抵西方政治圈灵魂深处的诘问，那就是这个圈子是不是过于庞大了？还是说召开峰会本身原本就是冲着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而去的？在我看来，动机不纯，理由牵强，反而会进一步消解美国的领导力。中俄驻美大使在《国家利益》杂志的联名文章说的就更直白了，他们说，该峰会是冷战思维的明显产物，将挑起意识形态对抗和世界分裂，制造新的分隔线，与当今世界的发展相矛盾。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试图在这个尼克松图书馆向世界推销他的所谓新铁幕演说，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为冷战招魂的讲话没有掀起一丝波澜，彻底沦为一场拙劣的行为艺术表演。现在美国总统拜登似乎也想当一回丘吉尔，让一道新的铁幕西起波罗的海，东至太平洋缓缓落下，将中国与俄罗斯以及那些与他们亲近的国家捏造成一个面目模糊却神态狰狞的风车，好让自由世界的堂吉诃德们骑马冲锋。